大家好，我今天在美术馆书画频道美术馆观看这个10省美协一把手的画展啊。有人笑话我老记展览空无一人，现在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这8个省的10省的美协老大的展览一样空无一人，所以不用笑话谁，不用笑话谁。你办展览，你多谁走是那个就知道，谁办过展览都知道。所以这个当下呢，就是这个出来看展览人并不多，尤其这个高水平的展览并不多见。兄弟们，学美术的天都塌了，看一看，全都是作品啊，对真三的作品，看小画多好。当你不爱惜自己的作品，那么它们只能成为垃圾。当我学画画的时候，我从来没想到作品能成为这样。看看啊，你制造的不是作品，而是垃圾。兄弟们，我从上海站出来了，哇！一出来就看到东方明珠，一出上海站就看到东方明珠，真的好漂亮哇！上面还有几撮毛，帅。昨天发视频，我说开公司发了4800，不下30-40个人留言说太假了，现在谁挣不到5000块钱够花吗？还有人说你都快40岁了，挣这么点钱，请别结婚了，别连累别人了。我身边有些人呢，他还拿不到4800呢。我之前在北京打工呢，也是1万多啊，扣完税的话就9000，但是呢，交完房租、吃饭啊、杂七杂八的费用啊，其实也攒不下来多少钱。这个世界呢，它就是有高有低，不可能所有人每个月都赚10万、100万。我也刷视频刷某书，看到很多人呢都月入过万、2-3万，对吧？背的好包，开的好车，这不是每个人的生活呀。我一直坚信一句话，是你挣多少花多少。你挣5000呢，我就有5000的活法。大家好，我是24届毕业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上海的月收入啊。我的基本工资的话是1万，绩效是3000，然后全勤奖是500。其他奖金的话是1000，合计的话是14500。应扣工资社保的话是交了1500多，个税的话是将近590。因为上个月是全勤，所以说考勤没有扣钱，其他扣款也没有。扣款合计的话是2100，实发实际到手的话是12380多。大家一定想问，我才毕业1年就有这么高的收入是怎么做到的？就是我现在开始教大家怎么做。大家一下，就是新建一个 Excel 表格，新建之后呢，打开之后呢，大家就会看到上面有一个模板。大家如果自己会 Excel 的，可以自己做；如果自己不会的，可以私信博主，博主把这个模板发给大家。上面我们基本工资这一栏的话，我觉得1万基本上可以了。如果大家想要高一点的话，就按键盘输入15000就可以了。后面的话大家自己去输入就可以了。如果你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千万不能辞职，一定不能辞职。特别是那就算是这个份工作现在的工作量有加大，或者是工资有小部分的下降，也不要辞。千万不能裸辞，你可以骑驴找马，你自己那个，但是不能裸辞。你知道现在的就业形势有多严峻吗？我自己是就有一部分工作是跟残疾人就业有关系的。你知道现在我每天接到最多的电话就是来寻求帮助、寻求那个工作介绍的，但没有办法，正常人都找不到工作，那还有残疾人的机会啦。因为以前的话，我们有很多对接的福利企业，它是招残疾员工的。那残疾员工的这个招工比例是怎么来的呢？它是根据那个正常的这个员工的一个比例，然后他只要招满他这个残疾员工呢，他是可以进行这个税费的一部分的减免优惠的，对吧？但现在他正常员工都在裁员，那么他只能按比例把这些残疾员工年纪偏大的或怎么样也给裁回去了。那下岗啦，大家都下岗啦。那下岗来找我们帮助，那我们是有工作机会肯定是介绍，但是没有工作机会我们也没有办法。我前段时间一直在跑外卖，我跑外卖经常遇到那些下岗的，原来可能是厨师啊什么的，他们现在找不到其他工作，只能跑外卖。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女骑手，这么多年纪大的这种叔叔阿姨级别的这种骑手都出来了？
他们难道是热爱送外卖吗？真的是没有办法，没有其他的行业可以做。所以说有事没事就说要辞职的，干啥呀？不想活了？那你家里面有钱，那当我没说。淘宝的机会在哪？淘宝没机会了，兄弟啊！淘宝的卖家数量、店铺数量现在是2.4个亿，什么概念，哥们儿？中国才他妈多少人？13亿人，2.4个亿，跑老人和小孩，也就是说平均每5个人就有1个开淘宝店的。你说他妈淘宝有机会？有毛机会？你在淘宝挣钱难度相当于联考10个清华，知道吗？现在1年的高考人数才多少？才1300-400万。那淘宝卖家多少？2.4个亿，是高考数量的15倍。你在淘宝上挣钱的概率和你联考10个清华是差不多的。你觉得在淘宝上挣钱容易还是联考10个清华北大容易？你自己思考一下，好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做的太多了。本来世界上有路，他们走的人多了就没路了。淘宝就是这样，2.4亿的淘宝店铺，2.4亿个淘宝店，我操，2.4亿个淘宝店，哥们儿。所以说你在淘宝上挣钱，相当于联考10个清华北大，难度是一样的，自己好好想一下啊。是我的责任，只能改变部分，你也会有不舍，对吗？我湿润的眼睛，失控的情绪，再多说几句，伤害变得更戏剧。怎么我不能像小孩一样泪流下来？我开始怀疑会被秘密意外，反复追问你的答案，放手它才是爱。现在电商环境真的很差，我都又快失业了。来上班了，给你看一下我现在有多惨。看，这是我们公司，黑漆漆的。先开空调，你看啊，偌大的公司，一个人都没有。以前半个月以前，这里还坐满了人，然后呢，每次来公司都有人帮我开播，都有人帮我开灯、开那个电脑，但是现在我得自己开。为什么呢？因为公司倒闭了，人都辞退了，就我一个人上班。我在主播行业也干了有2-3年了吧，然后呢，做了几份工作，3份吧，是3份啊。然后每一个工作就是结束的原因都是项目不干了，公司倒闭了。可能前2个工作不是公司倒闭啊，它就是项目不干了，这个项目停了，所以不需要主播。那么现在这个公司呢，完全就是要倒闭了，我快失业了。我一个人留在这儿，然后我在这里远程帮他播，我一个人开一台电脑，然后设备就是给我保留着嘛，我在这边给他播。但是呢，这个场地快要结束了，这个场地它不是租金下个月到期嘛，所以它场地租金到期了之后，那我肯定播不了呀，是不是？所以即将失业。唉，真的就是好痛苦啊！你知道每天上班的心情真的是很不好。我今天接了一个单子，然后9点到11点的。我正干活的时候，我问了一个大姐，就是业主的她家婆婆，我说，大姐，你这个化妆台上有一个空的那个就是海飞丝的洗发露，然后是空的。盖子也在一边放着，已经洗得很干净的那种，就里边没有一点点的洗头膏了，洗发水了，然后没有一点点。然后我说要扔掉吗？然后他当时不在跟前，他在客厅，然后他说扔掉吧，不要了。我就随手丢在了那个卫生间的垃圾桶里边。然后等1个小时以后，过了1个小时以后，然后那个大姐过来说，她说，我这洗头膏瓶子你怎么给我扔掉了？我说我当时问你了呀，我说这个洗头膏瓶子你还要吗？他说不要了，你说不要了我才扔掉的呀。他说我这个洗头膏瓶子不扔的，然后你要赔我的。然后我就一愣，我说我要赔你，那我给你捡起来嘛，捡起来。他那已经都是脏掉了的，那已经是卫生间那个那个垃圾桶，那怎么可以要的呀？我说那我可以给你洗洗呀，我用那个洗手液之类的东西我给你洗洗好吗？然后他就很生气，他说这个瓶子我是留着用的，
我说不扔的，那你要赔我一个瓶子。我说这怎么办？你要是在，他说那你给我买一瓶。我说给你买一瓶，你这是空瓶子呀。然后当时他说，反正说了很多嘛，然后我没办法的情况下，我就在美团上让人家半个小时送到，因为我的时间还有下一单是吧？快到了，然后我就怎么说呢？我就很快的让小哥哥送到门口。我说点的时候让他看，我说是这一瓶吗？他说不是。我说是这一瓶吗？不是。我说是这个吗？一看58块钱啊，这个。然后我就点了一瓶，我买了一瓶，然后半个小时送到以后，他说就是这样子的，瓶子不太一样也可以。当时我背包里边，因为天气太热哈，背包里边拿的有2瓶矿泉水，我就把水倒进了那个水池里边。我就把洗头膏，然后那个洗头膏因为量大嘛，我就把洗头膏放在了瓶子里边。他说你干嘛？我就不理他，我就把这个瓶子，把洗头膏完全倒在瓶子里边，我就把瓶子给它刷干净，放在一看，我说你的瓶子我赔给你了。他说那里边洗头膏是我的，我花钱买的。我想问一下，我2个小时75块钱，我再赔你58块钱一个洗头膏，你是让我给你买洗头膏还是要瓶子？我想问一下所有的朋友们，你们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们该怎么做？那我这样做对还是不对？被辞退了嘛，然后我们这个领导呢，可能是想压榨一下我的最后的剩余价值，所以他就打电话让我出差。因为我是负责好几个区域的，所以呢，他想让我出差的时候把他也带上。但是呢，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还没几天了，我们出差这个费用都要自己先行垫付的，所以我就不打算出差了。然后呢，他就打了我好几个电话，大概可能已经是3个了吧。然后第一遍嘛就是正常说，第二遍就拐弯抹角的说，然后第3遍嘛转着圈的说，反正就是一定想让我去出差，那我就拒绝了。然后我估计他下午还会打我电话因为我这个领导他是一个目的性很强的人。我们公司要搬迁了，要从无锡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今天我们几个小伙伴一起商量了一下，大家一致决定都去，真好，我们几个还可以继续做同事。我很烦，但是我挺想传播负能量的，那咋啦？虽然是很烦，因为要认识一个新的城市，又是一个重新的开始，一切都很陌生，但是已经查询了周边的如何游玩以及交通怎么样的，全部都查过了，所以还是有应对之策的，也不是一味的去，单纯的烦。老板，没有办法了，情况不容乐观一点不是我们不努力，这种情况用力都没有用，就这种真的。